这几天又出现了不好的消息，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？这个消息让我回家把它们都找了出来，这样的卡我居然有好几张，看来有时间就要去银行解决一下了。虽然现在手机支付越来越普及了，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少不了要办理几张银行卡的。如果长期不用的银行卡和信用卡，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很多人都是直接扔在家里不管它，其实这样是错误的，有可能造成我们的钱财损失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在我国从古至今，人民群众对储蓄都是非常看重的。大家喜欢存钱，是不希望在有事情的时候拿不出来。其实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救急用的。在外创业人员，什么经理老总，那个手上不是一堆卡，是吧？这个谁都知道。再说了，现在嘛，大家都用手机支付了，估计银行卡密码都忘了，估计银行卡有的都不知道放哪了。首先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银行卡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信用卡，一种是储蓄卡。那这个储蓄卡呢，就是我们去银行办理的了，大家都会往里面存钱、取钱了，因此这样的卡呢，就叫储蓄卡。而信用卡呢，一般我们办理之后就会有一个额度，我们不需要往里面存钱，也可以直接使用这张卡里面的钱。很多人用来还房贷车贷的卡呢，就是这样的信用卡了。那如果说你的银行卡是储蓄卡，长期不用，而且你里面有钱的话，那么每个月呢就会扣取一定的短信费用，直到里面的钱不够扣为止。这样呢，我们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小的，每个月只会扣取几块钱的短信通知费。那如果你的是信用卡，长期不用的话，那就要注意了。如果你长期不用的话，那最好把它注销掉，不能让它成为沉睡卡，没有任何交易记录的银行卡。许多人在办理银行卡后，并没有在其中存钱或进行交易，而是将其置于家中不用。如果这样的银行卡超过1年没有任何交易记录，那么后续想要继续使用它，就必须前往银行激活，并且可能需要身份证明。这样的操作十分麻烦，因此建议在这类银行卡中存入一小笔钱，以保持其正常激活状态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激活的麻烦，还能确保在需要时能够及时使用。2. 开户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银行卡。有些银行卡是由长辈或亲属代办的，但实际使用者是我们自己。这种情况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，从而进行违法犯罪、盗刷和洗钱等活动。一旦银行察觉到这样的情况，会永久封停这种银行卡。因此，在办理银行卡时，务必不要让他人使用自己的银行卡，也不要借出身份证给他人办理银行卡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定期关注银行卡的交易记录，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及时报告银行，保障资金安全。银卡的出现，很多网友都收到过这样的信息：银行卡被冻结，请前往线下银行营业厅进行相关操作。后来经过了解之后才发现，是因为长期不使用银行卡，才导致银行对客户发出这样的信息通告。银行卡作为民众的存款必要条件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的方便了日常的支付。银行卡最早出现在1915年，当时一些零售商为了巩固自身的业务，决定向经常帮衬的老客户以记账卡的模式建立了签账账户。1950年，美国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由塑料制成的大来卡，这也是标志着全球正式走进到银行卡时代。而我国则是在1985年，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布了我国第一张中银卡。
此后，银行卡得到了快速的普及和发展，成为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也完善了我国在银行方面的政策措施。进入到2001年，我国走进到联网通的发展阶段，同时也是全国各大银行的重大发展机遇。当时互联网的兴起，加上国家即将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，我国的银行行业迎来了井喷式发展。特别是国际银行这方面，和多个国家建立了跨国银行支付系统，目的是为了让本土企业走向世界。这样不单可以拉动外贸经济发展，同时还对我国各大银行业务走向世界做了一个基础铺垫。由此可见，银行卡上的业务市场是极为庞大的。到目前，银行卡的业务也仅仅挖掘不到 30%。自从电商兴起，网购时代来临之后，银行卡的线下使用率就不断下降，甚至有一段时间跌破了刷卡消费金额平均值。线下使用率下降，反之线上的银行卡使用率是逐年提升，直到现在，线上银行卡支付成为了最便捷的支付方式。如何告别卡奴，安全使用银行卡？面对银行卡的潜规则和安全隐患，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？告别卡奴，安全使用银行卡，你需要掌握以下几点：精简卡片，理性办卡，不要盲目追求数量，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办理银行卡。对于那些优惠力度不大、功能重复的银行卡，果断舍弃。2、仔细阅读条款，了解收费项目。在办理银行卡前，务必仔细阅读相关条款，了解年费、管理费等收费项目的具体标准，避免落入隐形收费的陷阱。3、定期检查账户，关注资金变动，养成定期检查银行卡账户的习惯，关注资金变动情况，一旦发现异常交易，及时联系银行进行处理。设置安全密码，避免信息泄露，为银行卡设置安全级别高的密码，并定期更换密码，不要将密码透露给他人，也不要在公共场合使用简单的密码。长期不用的银行卡可能会受到一些银行政策的影响。不同的银行对于长期不使用的银行卡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一些银行可能会自动关闭长期不使用的卡片，以减少管理成本。而另一些银行可能会保留这些卡片的有效性，但会向持卡人收取一定的年费或管理费用。因此，如果长期不使用的银行卡存在余额，持卡人需要留意银行的政策，以免不必要的费用被扣除。此外，长期不用的银行卡也可能对个人信用记录产生一定的影响。银行通常会根据持卡人的信用记录来评估其信用水平，并决定是否给予贷款、信用额度等服务。如果一张银行卡长期不被使用，可能会导致信用记录的不活跃，从而影响到个人的信用评级。虽然这并不会直接导致欠银行很多钱，但如果持卡人在未来需要贷款或信用额度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或条件。相信大家都知道闪付的功能了吧？很多朋友都会问如何关闭。关闭的方法非常简单，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，直接打电话给银行客服，然后核实身份，要求关闭。第二种，直接带上身份证和银行卡，去附近的银行申请关闭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下次你不使用这个功能，建议及时去关闭掉。下次我们开卡的时候，提醒客服，让他不要给我们开启就可以了，这样才可以留住银行卡里面资金，防止被盗刷等情况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一下右下角再看和点赞，也点一下左下角分享按钮，把它转发分享给